有人说牛奶养花很神，有人说牛奶养花很坑。为了搞清楚牛奶到底行不行，我去年特意做了个对比。一盆月季用稀释1000倍的磷酸二氢钾喷叶，另一盆用把发酵牛奶稀释50倍浇根，然后2盆花都放在南窗台养了1个月，结果让我非常意外。用磷酸二氢钾那盆花苞多，但开得小，颜色有点淡。用牛奶的那盆花苞不算多，但花开得又大又红又艳，连叶子都油光发亮。用牛奶养花这件事，园艺圈里面褒贬不一。今天花花就用自己亲身的经验来分享，把牛奶变成液体黄金。1. 亲测有效，但常犯错。第一次尝试用牛奶养花的时候，我拿了一瓶过期快1个月的纯牛奶，打开盖子臭味扑鼻，差点就把人熏死了。然后我兑了10倍水，浇在一盆长寿花上，过了1周，叶子绿得发亮，新芽也冒出来了，比旁边用花多的那盆还精神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信了，过期牛奶这废物还真能变宝。不过有些人质疑它，也不是不能理解，毕竟牛奶养花又太多误区。比如牛奶可不能直接泼土里，有一次我心急，用没发酵的牛奶浇了栀子花，结果盆里臭烘烘不说，还招了一堆小飞虫，可谓惨不忍睹。所以用牛奶之前必须完全发酵，发酵了就是神水，不发酵就是毒水。发酵方法简单，把过期牛奶倒进塑料瓶，兑点水，保留1/3的空间，拧紧盖子放阳台晒，每天开盖放气，当液体变清澈，沉淀物分层，闻起来有淡淡的酒香时，说明发酵完成。这个过程大概是5到7天。不过发酵后也不要以为就100%安全，也有翻车的时候。我有一次兑水不够多，浇在一盆吊兰上，结果土里全是白乎乎的奶渣，差点把根闷死。所以除了发酵，稀释也一定要到位，一般的花草至少稀释50倍才安全。另外，用牛奶浇花的细节也是成败的关键。首先使用的黄金阶段是春秋季，时间点是上午10点前浇灌，夏季则需要改到傍晚6点后。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空气湿度超过70%时要停用，连续阴雨天绝对禁用。最后，浇水时推荐使用精准灌溉法，沿着盆边缓慢浇入，避免接触茎的基部。而对于多肉等肉质根植物，建议改用喷雾法，在叶面形成薄雾即可。2. 哪些花最爱牛奶？我试过不少绿植，牛奶还真不是通吃的。长寿花、月季、栀子花这3种花是最喜欢牛奶的，尤其是长寿花，用上1个月，花苞能多1倍。去年3月，我一盆老长寿花差点养废了，浇了2次牛奶，硬是就回来了，还开了满盆红花。除此之外，下面的这些花也可以给它喝点牛奶。栀子花，用稀释后的发酵牛奶浇灌栀子花，能够为其营造出适宜的酸性土壤环境，让栀子花的叶片更加油绿光亮，花朵结白硕大，香气浓郁且持久。但要注意，花苞形成后要暂停使用牛奶。茉莉花，茉莉花生长迅速，开花量大，对养分的需求也较多。牛奶中的丰富营养能够很好的满足茉莉花生长和开花的需要，使植株生长旺盛，新枝不断萌发，花开不停，花香四溢。米兰花，牛奶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和丰富养分，能够促进米兰花的生长，让其枝叶繁茂，开出密密麻麻的黄色小花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杜鹃花，用牛奶浇杜鹃花，既能为其提供养分，又能调节土壤酸碱度，让杜鹃花的花朵娇艳欲滴，花色更加鲜艳夺目。山茶花，山茶花植株较为高大，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充足的养分，牛奶中的营养成分能够助力山茶花生长，使叶片厚实有光泽，花朵硕大，花期也得以延长。君子兰，君子兰的肉质根对土壤透气性和养分要求较高，适量用牛奶浇灌君子兰，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营养，让君子兰的叶片宽厚挺拔，花色鲜艳。特别要说的是，每年3至4月、9至10月各用一次，能让叶片两两对称，更加整齐。龟背竹，使用稀释奶液轻擦龟背竹的叶背，每月大概擦2次，新叶能变大30%。兰花类，蝴蝶兰、石斛兰在孕蕾期用0.5%浓度奶液喷雾，花件数量翻倍不是梦，
多肉植物。多肉的话，仅限景天科品种，在冬季休眠期前，用稀释的牛奶水浇灌，可增强抗寒力。但熊童子、桃蛋等品种禁用。绣球花，绣球花的调蓝期间，配合一点硫酸铝，能让蓝色更纯粹持久。但如果你的绣球花是红色系品种，那么尽量避免牛奶水。有可以用的花草，也就有不能使用的花草。像吊兰、绿萝这类绿植，使用后虽然不会死亡，但是会让绿植枝条又细又长，叶子偏小，影响美观。而仙人掌类、空气凤梨等耐贫瘠植物使用后可能会烂根。最后，正在换盆的植株、新购的温室苗、感染病虫害的植物，切记千万要远离牛奶。3. 省钱又环保。磷酸二氢钾一小袋10几块，花多多更贵，随随便便几十块没了。而家里喝不完的过期的牛奶，基本零成本。我算了笔账，一瓶500毫升的牛奶，发酵后兑水能用1个月，够养3、4盆花，省下的钱都能买新花苗了。再说环保，牛奶用完不浪费，比扔垃圾桶强多了，既省钱又有心，养出来的花还能拿去送人，倍儿有面子。当然，即使经验丰富，用牛奶也是会有烦心事，比如土面有时候会长白毛，那是发酵没彻底。这种情况我一般拿筷子翻翻土，晒2天太阳就会解决问题。如果招了小虫子，就在盆边放点橘子皮，虫子闻着味儿就跑了。既然说到了这里，那么下面就详细说一下使用牛奶养花的注意事项。4. 注意要点。1. 控制频率。牛奶可不能频繁地用来浇灌花卉，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等成分不易被花卉快速吸收。频繁浇灌的话，会在土壤表面形成一层白色膜，影响土壤透气性，阻碍花卉根系的呼吸。除了特别喜欢牛奶的花草外，一般的花花草草建议每隔1至2个月浇一次就足够了。2. 防止蚊虫。牛奶很容易吸引蚊虫，在用牛奶浇花后，可以用纱网将花盆罩起来，防止蚊虫靠近，避免蚊虫在花盆中滋生，从而危害花卉健康。3. 观察反应。在使用牛奶浇花后，要密切留意花卉的生长状况。要是发现花卉出现叶片发黄、生长缓慢、根部发黑等异常情况，很可能是牛奶使用不当导致的。此时应立即停止使用，检查土壤状况，必要时更换土壤。4. 冬季慎用。冬季多数花卉生长缓慢，进入休眠或半休眠状态，对养分的需求大幅减少。这个时候用牛奶浇花，花卉难以吸收，还可能致使土壤环境变差。所以冬季尽量不要用牛奶浇花。5. 应急处理。误浇了浓奶怎么办？立即用清水连续冲洗盆土3次，然后放在通风处晾干24小时。若出现了黄叶，就马上修剪受损部位，并停肥2周。5. 牛奶的隐藏用法。1. 消毒剂。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说法，牛奶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消毒剂，可以用于温室工具消毒，以防止手动传播病毒。当然，平常我们都是直接用漂白剂来给园艺碱或各种工具消毒，其实也可以将工具浸泡在牛奶里消毒，这样看起来非常奢侈，但的确是可以有效阻止很多西红柿的疾病传播，如长江烟草花叶病毒。工具也不容易腐蚀或生锈。2. 杀菌剂。牛奶可以有效对抗各种真菌疾病，比如常见的霉菌、叶腐病和白粉病。可以在植物的叶片上喷洒兑水1倍或者2倍的牛奶，来降低真菌感染的可能性。如果植物感染了白粉病，也可以用牛奶兑水来清除。3. 清除月季的黑斑病。月季花很容易感染黑斑病，特别是在夏季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牛奶兑水2倍喷洒到月季上，因为它含有乳铁蛋白，属于比较有效的杀菌剂。4. 牛奶养蔬菜。由于牛奶是钙元素的良好来源，可以偶尔使用它来给植物补充肥料。这种牛奶肥料可以用于蔬菜植物，如西红柿、辣椒和南瓜，这样可以很好促进植物开花结果，特别是防止花果腐烂。6. 升级用法。1. 咖啡渣加牛奶，按1:10混合发酵，是绝佳的酸性肥料。2. 蛋壳粉加酸奶，钙质双倍补给，特别适合结果类植物。3.
啤酒加过期奶，1:8比例兑成营养液，是观叶植物的最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养花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